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要来谈脾气与习气啊。在我们人生的学习过程中啊，脾气跟习气是很难对峙的两个难题。很多人也因为脾气跟习气的关系啊，造成人际关系的挫折。在我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对志工，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自己身边的人啊，做了一些观察跟分析啊，发现呢，脾气比较好改，习气就比较难改啊。在人群中啊，个性上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脾气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啊。但是比起其他的个性来讲，脾气是算比较容易一点的啊。等一下我再讲原因的啊。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要成佛之前呢，先要结好人缘，人格成了，佛格才会成。脾气好才能结好人缘。那脾气不好就会到处过人玩结不好的人缘。所以脾气再怎么不好的人呢，他一旦要走入修行团体里面呢，经过潜移默化之后呢，脾气多少都会改一些啦。再怎么不开心不顺眼不认同在道气充盈的这个道场里面呢，人人自然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强忍也要忍住否则在那个温馨祥和的那个道场里面会显得很失态。那脾气的这个启动跟汽车引擎的启动呢是一样的原理汽车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车库里面久不发动最后呢引擎就无法发动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人也是一样脾气控制住不让它爆发出来，久而久之呢脾气也发不起来了这个是惯性原理啦。其实呢不要说脾气，在有这个道气的道场里面你连要讲一句是非或者负面消极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感觉怪怪的，因为那个氛围不适合你讲这些话更何况是你发脾气这是在道场里面呢有摄受人心的道气使然会让人人懂得呢尽量控制自己那这个是讲脾气。至于习气我们从人群中的人性去做观察跟分析呢，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大爱无国界嘛，其实不止大爱无国界，凡夫也是无国界不同国界的凡夫习气都是一样的。佛陀时代跟孔子时代的凡夫，或者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凡夫只要是人凡夫性都一样，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凡夫跟圣人只差在觉悟跟不觉悟而已其他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佛法对克制这个脾气跟习气呢，有很多琢磨跟对治之道。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也不例外因为都是在教人修身养性跟做人处事的道理。而做人处事呢，能否圆融无碍，脾气跟习气是重中之重。脾气跟习气比起来呢，脾气比较好处理，习气就比较棘手一点因为脾气是习气的延伸，是属于果，属于一种现象。而习气所延伸出来的现象呢，不只是脾气而已就好像先入为主啦，心存定见啦，强词夺理，恃志辩聪，沽名钓誉，刚愎自用，冥顽不灵，食古不化，闭门造车，嫉妒嗔恨，心胸狭窄，我执我见，搬弄是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等，竹凡不及被宰，太多了，罄竹难书这些都是凡夫性，都是习气这个因所延伸出来的果。以前我每次出新书都会举办巡回讲座嘛
不止台湾或海外嘛。那办这个签书会啦，那讲座过后呢，都会在现场举办什么那个签书会哈，那就在听众所请购的书上面帮他们题字嘛。题完之后，有很多人一看说：“哇，季宇师兄，你写的好准哦，刚好写到我的缺点呢。”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那其实我在想说，我根本就不懂得识人术啊，我根本都不懂得看人相啊。不是我写的很准啊，而是人人都有很多的习气跟缺点啊，随便写都会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说人性本善啊，但不要忘了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就是人人本性都差不多，都很相近。之所以会习相远呐，习气相差很远呐，那是因为后天所影响的。所以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气都会不一样嘛，甚至观念、想法、思想啊，或人生观也都不一定会一样啊。道理是这样子，脾气发出来会显露在我们的外相上面呢，而让别人很容易看得见，也感受得到。你是生气还是喜形于色，人家看就知道这是这个现象啊。所以是果。那要改善这种现象呢，要消除如果这是不好的果，要消除它的话呢，就好像头痛医头了，脚痛医脚了，是治标不治本啊。只是想改变这个现象，叫做治标而已啊。但是如果要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这个就是要把暗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与生俱有的这个凡夫习气，把它革除掉，这个才是治本的。但是呢，人间有二难呐，登天难呢，改习气更难呐。有习气的因，才会造成脾气的果嘛。其实脾气跟习气也都是随前世的业力而带来今世的，所以也可以说是脾气跟习气都是业力的果。那刚刚不是讲习气是因吗？现在又讲习气是果，那一下是因，一下是果，那到底是因还是果？这个就是互为因果了，也是因也是果。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果就会层出不穷嘛，没完没了嘛。也就是说，业力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跟习气就会层出不穷，断也断不了。同理，习气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借着外在的境缘呐，也就是人跟事的这个外缘呐，而引爆。一爆炸出来，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啊。佛陀曾经呢，将脾气的比喻成徒手空手去拿取火红的煤炭，想要丢向令他生气动怒的人呢，结果是自己先被烫到，因为你去拿它嘛，对。所以这样子的比喻呢，我们一听就懂嘛。生气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经验。以下这个经验呢，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发起脾气来呢？明明跟他都是好朋友怎么一件事情不对劲，一发起脾气来就六亲不认了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善变的脾气也是一种人心的无常啦，令人防不胜防证严上人呢，在开示三界火灾的时候讲了很久，是因为呢，这个道理对我们学佛很重要。佛陀10大弟子里面，很多都算是智慧第一的，也都自认为已经解脱烦恼了，这个功夫算是很厉害了。虽然如此也都还会有如尘沙般的烦恼无明，叫做余业未尽，也就是还有随前世业力留下来牢不可破的习气那不只是余习未尽而已还会积习难改到死都改不了除非你成佛了而习气也是一种业力，当然也是跟业力一样
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里面就包括习气，也带着一起随身啊，可见呢这习气有多么可怕啊！所以也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哈，很不容易察觉。你以为没有烦恼，还有，但是它不是烦恼，它是习气啊，这个意思了哈。啊，这个也就是说，消除烦恼之后呢，还残留下来的自己没有感觉的那种习惯性，因为他从小就养成了嘛，这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一直长久以来呢，盘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很难根除啦。所以习气是修行人的大障碍，把习气修掉才是修行，习气修不掉就很难修行。道理是这样子的，虽然是不简单的哈，但我们还是要自我鞭策啦，啊，朝这个正确的目标呢去努力啊。其实呢，习气呢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啊，即使香水把它用完了，瓶子里面这个香味久久不散哦。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啊，你把那个香水瓶子拿来看，用完了香水瓶子拿来看，里面还有香味，明明是用完了。那习气也像一粒种子啊，尽管花开花谢，只要它曾经结果，也留下种子，它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难以结束而没完没了啊！这是讲习气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啊，人有习气，就好像地球有地心引力。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意思是说，凡夫都难免有习气啦，啊，就跟地心引力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在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各有习气跟习惯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而心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看到别人就会起这样的念头。上人说，修行就要连这种烦恼的念头都不能有，并且说呢，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改啊。那这个习气就是什么？我执。所以以上这段开示呢，也是我们学佛要努力的目标，也要认识清楚的道理。有一些志工或者资深的干部也好啊，他可以做到一心一志，佛心是志，可是会务就是推动不起来。关键就是在人习气深重了。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师父啊，发生冲突，你把它分析起来，也人都没错。但既然都没错，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呢？这个就是习气使然呐，习气的问题啦。所以正言上人更直指人心的说啊，会务推动不起来，或会所道气不温馨，原因是声色不好。那声色不好是来自什么？脾气不好。那脾气不好是来自习气使然。而习气的显现，为什么习气会跑出来呢？就是法未入心，法未入行。这一句开示的重点是讲什么？只要有法入心，也法入行，习气就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了。可见法有没有入心，也是控制习气显现的关键因素。有闻法而法入心这个是可喜可贺。但是脾气不好，声色不好，这个叫做法不入行呐。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好，非常精进勇猛，那这个不简单啊，也是好事一桩啊。但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开心，就动辄不来了。这个也是叫做法不入行啊，没有把法化为行动跟生活结合的意思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碰到挫折障碍或者被人家冤枉误解他修养很好他当场不会发脾气，但是回去后自己会生闷气。正言上人说，这样也是一种习气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很爱布施行善，但也很爱生气动怒
有天福，但是没有天德；有福无德，有造福，但是没有修德这样也是美中不足，也很可惜。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很会发心行善但却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这样即使学佛多年还是属于外道，听起来毛骨悚然所以才说人群中无人不是法。社教课程也是可以观察得到社教课程社会教育这种课程我们慈济里面有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到，茶泡得很好，但声色很不好。喝那一杯茶就会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会很好。花道花插得很好，但脾气很不好看到那盆花就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好。手语表演得很好，台上姿势很柔软，台下身段很强硬。所以台上的柔软是暂时的，台下的坚硬才是真实的。人家会说：“哎呀，他那个台上是假的啦，台下的才是真的啦。”这样也是很可惜。这些都是借势练心，有那种人、那种事，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得出来了。所以学佛要以法为师，跟以法为本能法入心，也能法入行，一切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啦。这个也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好，现在我们来讲习惯，不好的习惯也会带来不好的命运因为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用心，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气，而习气来自习惯，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很用心，当然也变成习惯所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造成无常的视线。就好像开车嘛，你开车习惯不好，出车祸啦、意外啦，那是无常你不能说命运不好是你开车习惯不好所以无常视线会令命运改变。所以说命运不好也与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也才说命运不好不是改名字改风水，而是改习惯跟改观念。因为习惯跟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习惯跟金钱一样可以让我们做好事，也可以让我们造恶业嘛。对，因此习惯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危害我们。一旦习惯改变了，那不好的习惯改变了，就好像飞机起飞以后呢，脱离地心引力脱离艰困的时刻一样起飞那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嘛安全带要扣好起飞又脱离艰困的时刻冲向蓝天白云，飞向天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安全了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安全带了嘛，让我们享受更多的自由跟自在嘛道理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讲习惯。其实习惯的延伸就是习气跟习性我们现在人有这么多的习气，就是从小人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嘛，才会变成习气嘛。所以讲习惯呢，比较不会害怕每个人都有习惯他的习惯是这样子他的习惯是这样子都有习惯就讲习惯比较不会害怕。可是变成习气，讲习气呢，就有点严肃跟可怕了这个人习气很重，没有人会讲这个习惯很重嘛。习气很重就表示这个人习气深重听着就很可怕有些人呢学习一生虽然优点增加了，但习气依然存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啦，凡夫都是一样啦，就是改不了脾气，身色不能柔和，只要境界一现前呢，就很容易习气显现有人看到这种现象就会善解的说：“哎呀，他是在现金刚相啦，替他圆场。”说这个他是在现金刚相啦这个是别人对我们的善解
是别人的修养好啊。我们自己就要扪心自问啊，自我警惕啊。当我们现金刚相的时候，我们要自我警惕啊。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现金刚相呢？圣者现金刚相，众生是心悦诚服啊。凡夫现金刚相，众生会心灵受伤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讲慈悲为怀？对，现慈悲相啊，现庄严相啊，但是不是金刚相啊。所以看事对事情的看不惯，或者对人看不惯啊，不要马上就面有难色，或现金刚怒目相啊。忍不住而动怒了，就变成短暂的发疯。近似语讲的，所以要控制脾气的话，堪忍是必修的法门呐。因为为了生存呢，我们必须忍受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跟顺逆起伏。因为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个堪忍世界，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不但要忍逆境，还要忍顺境啊。所以凡事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呢，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那这句话也很重要，你不能忍，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了。你要生活，就是要忍，真理是如此啊。所以堪忍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哦。而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修炼忍辱啊，为什么布施之戒忍辱没有讲堪忍？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啊。修炼忍辱的人会得到向好的果，面相会比较好看，情绪商数也就是 EQ 啊会比较高一点啊。不只是忍那种不顺的境界，忍人家对你的羞辱啊，那一种更困难啊。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啦，相好庄严呢，看起来只有70几岁哦，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的啊。大家好奇的问他：“哎呀，你老人家你是怎么保养的啦？”这个老人家就说：“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好，如果将来结婚后有吵架的话呢，自认为不对的人就自己先出去院子。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吵架时啊，出去院子的人都是我啦。”这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啊，它启示我们呢，忍一口气海阔天空，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不止如此，刚刚讲嘛，修炼忍辱会得向好的果，看起来比较好看，看起来比较年轻呐。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企业家他搭自己的专机飞到花莲尽是尽是来拜访证严上人了。他问上人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啊？”这个只有他们敢问的，我们其实不太敢问这种问题。他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上人回答他说：“会啊，但我发的脾气是假脾气，是故意让大家知道我在发脾气，但过了马上就忘了。”那所以凡夫发脾气跟觉者发脾气意境跟心念是截然不同。凡夫是在怒气宣泄，觉者是在慈悲教化。我即使现金刚相，也是在教化我即使发了脾气，也是慈悲要教化弟子啊。这不一样啊。台湾话叫做“赶快不讲塞乎”啊。会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的就是经常看人或看事不顺眼，而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而动怒嘛。所以有时候看人看事不顺眼呢，并不是人跟事让我们不顺眼，而是我们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跟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啦。所以净思语不是说吗？看人看事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的，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意思就是说，看不顺眼的时候要看人忍也是一种修养意思是这样子吧忍不下去而生气动怒会产生2种现象。平常我们没办法忍耐发脾气，2种现象。第一个，
人家会很容易看到你生气愤怒的样子，而比较不会去注意你生气愤怒的原因呐。第二，生气愤怒的时候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在情绪很沸腾的时候呢，失去理智的时候，很容易意气用事。这个时候一讲话一做事就是言行伤人呐，是不是这样子？很有道理啊。其实呢，生气动怒是身心及情绪的克星，它会让我们的脑海跟心田呢混乱不清。佛法上叫做无明，因为无明而又发火，叫做无明火。那无明火一起，就火烧功德林啦，枉费你过去所修的啦。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或主管或是领众者也好啦，生气动怒之际还要做出决策，那这个更恐怖哦。这个会因决策品质不好，甚至是错误，而牵一发动全局，这个影响就大了。一个公司也好，一个人也是如此啦。一个经营数十年非常成功的企业，要他在一夜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定就好了。所以情绪不稳啦，或心情不好啦，甚至生气动怒的时候啦，发泄过后就算了啊，我们会善解，哎呀，人家也会善解我们啦啊，他发泄过后就算了，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还从中要做决定，千万不要，风险太大。所以要想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心情，就要有能力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唯有情绪完全受到掌控，我们的心灵才会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很可靠，很安全。有一个小学3年级的小女生啊，好来我们静思书院当小志工啊。那她也跟着她的妈妈一起参加宣法乡，她妈妈是委员呐，但因为她长得比较矮，那同学们经常就笑她，嘲笑她，矮冬瓜，矮冬瓜。A 当归，台湾话讲 A 当归，他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但他说他在分享之后，他说可是师公说要学习吞忍呐，吞论呐，台湾话叫吞论呐。所以呢，我就忍下来了，并且我去向那位同学说感恩，他不但没有生气，跟他说感恩，从此以后那位同学就不再欺负他了呢。你看，用智慧化解困境呢，对。还有一位小学5年级的小男孩啊，小男生啊，他跟同学一起在做功课啊，做到一半，其他2位同学呢分心跑出去玩了啊，他看他们不用功啊，他就发脾气啦，但一发脾气过后呢，他立即自我反省说，我都已经跟着师公修行了呢，怎么可以这样就发脾气呢？我发这个脾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哦。那他分享的时候这样子讲，正言上人很赞叹，一个才11岁的小孩子，居然有这种往内升观的智慧啊，并且呢，当场呢问那个委员们啊，请问你们平常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呢？借这个小孩子来教育这些年纪大的委员们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佛陀时代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化缘跟岩门托钵呢？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几次了哈，但是这次不太一样哈，就是要磨每一个人的我慢性，要借着化缘来学习去我执灭我相。出去化缘会不会碰到被羞辱啊？当然会啊！有一些态度恶劣的在家居士，他不是把饭跟菜放在他们的碗里面而是把沙放在他的碗里面呢。那这位出家人会不会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你没有给我饭菜就好了，你还把沙放在里面，这等于是一种不尊重跟羞辱啊！但是他可以但是这个出家人可以面有难色跟生气动怒吗？当然不可以嘛。可是这股气要怎么消化掉呢？很不舒服啊。那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啊。正言上人跟其他的住山长老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来教导
他的弟子们先走入人群，碰到恶劣的羞辱或对待，再回来调心。那佛陀怎么调弟子的心呢？就跟他们说，没有关系，这些沙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盖房子也可以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对方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这就是训练转念跟转心出去化缘是外行，回来调心是内修，修于内，然后行于外，这叫修行嘛，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有灾难发生时志工走入街头募款，也是一样在化缘意义是一样的也是在修行有一次呢，街头募款，这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街头募款，那捧爱心箱的这个委员回来跟正言上人分享他的心得他用很抱怨的口气说有一位路人嘴巴一直批评慈济我很耐心跟他解释，说了老半天呢，他却1毛钱也没有放进这个爱心箱里面。上人就对众开示说你还是要感恩人家，至少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他在那边站在那边听你讲了半天，你要感恩他这个跟刚刚佛陀教育弟子是如出一辙都是一种转念的训练，都是一种出世的精神那有人会说那我不要出去入人群嘛，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说的好像也没错啦。不过你要注意，我们不去外面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而没有朋友，没有贵人，人际关系不好，也因为心灵没有借人群中的俗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哪堪夜半一阵风经不起考验所以心灵是越锻炼才会越有抵抗力跟免疫力这样才有办法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一位年近80念佛数十年的老婆婆由于行动不方便加上有一点失智症，轻微的失智症造成有时候呢言行举止呢脱序，情绪会失控动怒他还会念佛，念佛的时候虽然是心情很平静，可是呢一天之中真正让心情平静只能维持在念佛时候那段时间而已其他大部分没有念佛的时间就很难自我控制情绪，而且常常喜欢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令他的晚辈很困扰。那婆婆的儿子跟媳妇的向我诉苦这件事情，我只能劝他们说，哎呀，你们的母亲婆婆这么老了，要她改也比较困难不如当子女的先改啦这也是转念的功夫啦。念佛也好，学佛也好，如果所念佛号不能称名细念，或所学佛法不能派上用场，那念佛跟学佛又是为哪桩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人生课题当我们生气动怒的时候，怎么可能声色柔和跟温言软语呢？对，更不可能口出正语嘛因为整个人已经落入情绪之中了嘛所以不要说发脾气时讲不出正语，平常心平气和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讲出雅言正语因为说雅言正语的条件是心存正念，这个是先决条件，这个要经过学习。有些人还不懂得说雅言正语甚至很爱说闲言闲语，说话都是负面否定悲观的，或者一直讲话在伤害别人。对这些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唯有选择见不贤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他省，我们自省，不是改他，改我们自己刚刚讲嘛，妈妈那么老不能改，我们改自己嘛，一样的意思嘛这样才是把逆境当作真上缘才是把佛法用在当下而成为妙法所以正语需要学习，它不只是取决于思维的过程也取决于
情绪的反应。所以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念头跟情绪，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念头跟情绪会油然而生的，会自然流露哎，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过别人很容易感受得到，因为我们当局者迷啊，旁边的人是旁观者清呢，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可以停一下去照照镜子，一定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到了。但是通常呢，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都忙得很呐，哪有时间照镜子啊？对不对？脾气来了，脾气就走了。上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那中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那下等人是没本领大脾气。傲气跟脾气会让我们很难与人亲近也会令团体十分困扰，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不是吗？同理，过分的愤怒也是会使人的孤立无援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好像路边在打架，谁敢靠近他？很怕受到无妄之灾啊。台湾话说“少就红台尾”生活中呢，我们难免会碰到被别人数落或批评但是去随时呢提起正念，告诉自己人家对我们的批评那是善意的鞭策，即使人家口出恶言或口吐毒舌，那也是别人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业，跟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如果被他影响而去难过或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同样的道理，人家做错事，那是人家的业啦，人家的事情啦。我们如果拿他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了。两个人就绑在一起，叫做共业嘛。如果能够起这样的一个正思维我们就会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而自己去对号入座。在《大庄严经论》中有以下的叙述身甘如薪嗔恚如火，未能烧他，先焦己身他告诉我们怒火是可怕的，愤怒的结果是什么？只有一条路，就是通向破灭之门什么破灭之门？佛陀曾经开始告诉我们：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他告诉我们，生活要安乐或无忧，无忧无虑的，平安自在的，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因为心中一起嗔，就火烧功德林那如何才能不起嗔恚呢？如何能不动怒气呢？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就要修炼忍功，忍住不起嗔，忍住不动怒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简称无生忍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那这个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堪忍跟忍辱境界更高刚刚有讲到嘛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这是对心理上所产生的贪嗔痴的成见呢，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疏通、自我调试，也就是了解忍辱之事的因缘，并清楚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的道理简单讲啦就是清楚明白不如意之事或者不开心之事，甚至是烦恼、挫折、障碍、伤害等等，都是自有其因果啦。你不高兴而生气动怒，也解决不了事情啦，反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学习堪忍，就是要我们认清入世及出世的因果真相而施以圆融善巧的因应之道，这是一种无上的智慧所以无论是不是受了委屈、冤枉、误解都不要急着解释这以前我们有讲过了没有什么比结果更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因为日久见人心结果或成果自然会替我们说话。来做志工可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忙得有意义这就是生活有寄托
这是世间方便法。但如果进一步忙着入人群之后，也能精进文法，从中增长智慧，正入实相这就是生命有解脱，这个是真实法生活有寄托是事相，是有为；生命是有解脱是真理，是无为。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从开始的寄托进入最后的解脱，两个相辅相成，叫做由方便走入真实这就是菩萨道的一生真实法了道理有点深一点不慢慢去想，大家都能够想得通了正言上人开始说，一个人是小乾坤，众人合起来就是个大乾坤。小乾坤的心气没有调好，大乾坤的天气就不顺畅。天地有生态，人心有心态；天地有天气，人心有脾气。那心态影响生态，脾气影响天气继续讲，人心向恶，浊气就会势大，势力的势浊气就会势大，天下灾难就会偏多，世间就不安宁人心向善，福气就会旺盛，天下就会风调雨顺，世间就会吉祥平安。以上这段开示很精辟大家可以拿来互相共勉。好，今天晚上读书会脾气与习气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